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摘一批大番茄，顺道带大家看看我们露天种植的西红柿。咱们先来看小番茄，看看这个绿色的是绿博士。这种绿博士番茄它熟了之后也是绿色的，只是表面有一点点的发黄。旁边的是蓝色奶油浆果番茄，那种蓝紫色的是还没有熟的，下边那些发黄有一点奶油色的那种就是已经熟了的。这边这片黄色的是以前的视频中介绍过的蜂窝西红柿，非常甜，非常好吃。西红柿一般是外面大地里边种出来的，要比棚里边还有种植袋里边的稍微大一些，不过甜度要稍微差一点。这边这颗葡萄形状的番茄应该是糖太阳，这个和五星番茄长得特别的像，只不过它的颜色要稍微浅一些，没有那么深红，有一点点粉红的色彩。接着这边这几颗就都是甜百万了，甜百万是非常甜的一种小番茄，是圆的红色的番茄。来仔细看一下，不管是产量、个头、形状，还有它的甜度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另外就是皮的厚度也比较适中，既不容易裂果，口感也很不错。甜百万我们还是种了好几颗的。这边这两颗葡萄形状呢，应该是五星番茄了。五星番茄的红色要稍微深一些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现在其实也不能100%肯定了，因为这两个番茄品种长出来实在是太像了。接着这些黄色的比乒乓球大一些的这种番茄，当时种植的时候，种植袋上边说的是种树4号，但实际上种出来的结果跟种植袋上显示的完全不一样，所以现在我们也区分不出来是什么品种了。不过这种西红柿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们明年应该也不会种了，因为我们感觉它抗病害的能力特别差。看看现在叶子基本上已经都光秃秃的了。然后就是它的口感也比较一般，没有什么太惊艳的地方。不过说实话，因为它鲜艳的颜色，在视频里边拍出来的效果感觉还是不错的，像一个个挂在枝头的小柿子。再来看看这一颗，这个也是以前介绍过的草莓番茄。这个番茄长得是比较有特色，结果量也不错，不过味道和口感确实是挺一般，主要是不甜。另外大家看这个小番茄的旁边，这一颗是姑娘 Tomatillo， 这些其实都是野生出来的，是因为我们前几年种过，后来就自己每年都会长出来。这种姑娘果繁殖能力特别强，每年菜园里面都会长出很多很多。我们一般都是在除草的时候会把它除掉，但是如果碰到长的位置比较好又不太碍事儿的，我们也会给留下来，这样留下来之后也能结点果，到时候可以尝一尝。像这颗是长在茄子和辣椒的过道中间，我们觉得也不是特别碍事儿，就留下来了。来看一看，其实现在已经结了很多的果实了。下边有一些熟的，其实都已经掉了。像这种就是已经成熟了的，轻轻一碰就会掉。看，这个果子熟了掉到地上，捡起来也是可以吃的，因为它外边有这种外皮包着，只要没有坏掉，就还是可以吃的。而且放一阵子之后，味道更足，更好吃。我们把它剥开看看，这个就是黄色的这种菠萝姑娘果。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地方管这个东西叫什么，喜欢吃的人应该是会觉得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个品种的很甜，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浆果味道，和西红柿的味道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接着就轮到大西红柿了，大西红柿我们之前已经摘过好几批了，现在这边这几颗上面已经没有多少红的了。大西红柿我们主要种的品种就是紫色驯肉姬还有白兰地。看看这一颗上边红的还比较多，我等会儿叫丽丽过来把这些也摘下来。看看这个，这一颗上面也还有不少红的，这种红的都摘掉了，已经剩的不多了。这一颗差不多都摘光了，然后这一颗还剩一点儿，还有一个掉到地上了。这颗上面的西红柿个头都挺大的，看看这个我感觉有可能有2磅重，这个个头相当大。一会儿摘下来我们可以称一称。剩下的其他几个其实也都不小，
再从这边看看，这儿还是有一颗姑娘果，看看，这种要是施些肥会长得更大一些。不过一般我们也不怎么管它，这个野生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我们番茄的下边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叶子了，这个是我们刻意打掉的。就是这个季节，如果番茄已经膨大了，尤其是像这种已经发白了，它下边的叶子就基本上都可以打掉了。这样的话能够通风透气，然后也能够稍微有一点点阳光，能让它加速成熟，而且甜度也会好一点。还有就是进入暑伏之后，因为天气潮湿，特别热，特别潮湿，那个叶子会长很多的斑点儿，像这种，所以这个时候也尽量就把这些长斑点的叶子给它打掉。不过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上边的叶子还是要保留的，因为这个时候阳光还是挺足的。如果说叶子太少了，那阳光晒下去会把这些西红柿给晒坏的。我一会儿看看，应该能找到那些被晒坏的西红柿。看看这些也是叶子都被打掉了。其实如果想控制番茄叶片的真菌感染，可以在把这一批红的都摘光之后，喷一些有机的同溶剂，这样的话叶子上长斑点的趋势就可以被控制下来，不至于所有的叶子都生病，然后最后干枯了。不过一般来说呢，其实番茄长到这种程度，已经摘了好几批，然后剩下的这一批果都已经完全膨大发红，然后或者是变白，后边也是成熟是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如果你是纯有机种植，然后也懒得去给它喷有机的同溶剂的话，那其实不管它也没问题，只不过说这一批收完了之后，那我们就拉秧了，后边就不管了。如果要是稍微用有机同溶剂处理一下，那等这批摘光了之后，到了秋天的时候还会结出一些果，就是还能有一点收获。不过那个时候的性价比就不怎么高了，其实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更划算。如果你的地特别大的话，可以分批的来种植西红柿，这样的话在每个阶段就都有盛果期的西红柿了。如果你有好几批西红柿的话，那么摘完这一批，把这些果都摘过之后，就可以果断的给拉秧处理掉了。一般农场的话都比较喜欢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，因为把这批西红柿采收掉之后，然后清理出这块地，就可以准备种秋天的菜了，比如说甘蓝类的圆白菜呀、西兰花啊、花椰菜、大白菜之类的，还有各种其他的小青菜。或者也可以把腾出来的地种一些豌豆啊，然后生菜或者是莴笋、油麦菜之类的，这样对土地的利用率会高一些，性价比也会高一些。来看看这颗西红柿，这个西红柿这里边还有一个鸟窝，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鸟窝已经空了，说明有一批小鸟已经从这儿孵出来飞走了。看看，其实鸟窝的结构还是非常的精致的。菜园里边的生态还是挺好的，经常会看到鸟或者是兔子在菜园里边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做窝，然后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经过，反正他们最后用不了2周吧，应该是这些鸟啊或者是兔子就可以跑掉了。刚才说找一找被晒坏的西红柿，看看这种，这个上面就是阳光太足晒坏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开始慢慢变质了。所以说种西红柿的话，既要让西红柿能够通风透光，又不能太晒，因为夏天尤其是7月份阳光太足了，肯定是会把西红柿晒坏的。大家再来看看这颗比较有意思的番茄，看看这2颗黄色番茄的中间这个草莓番茄，我们之前视频介绍过，它挨着5星番茄的时候形状长得像5星番茄。来看看这个，它现在挨着黄色番茄长，我们看看成熟了之后，它已经不是红绿相间了，已经变成了黄绿相间。看看，这其实已经成熟了。看来草莓番茄是特别容易受其他品种的影响的。现在雨水特别多，说着说着就突然下起雨来了，我不知道丽丽还来不来得及把这些番茄给摘下来。雨水特别多的话，特别影响番茄的甜度。就这个季节基本上从来都不用给番茄主动浇水，就是靠雨水的话，我们还嫌水比较多呢。
注意控好水，就能够防止裂果，而且番茄的果实也比较甜一些。咱们赶紧给它摘下来吧。这个个头就挺大的了。这几个个头都不小。看看这个，不好摘。那个也可以摘下来。好，这都可以摘了。现在这种红的不给它摘下来，连下几场雨就都会裂果了。西红柿还是太害怕雨水多了。这个大。对，这个很大，小心一点。好。哦，坏了。嗯，要被晒的。这种新鲜的其实很好吃。嗯。好，行了，又摘了一箱子。来看一下，左边这一箱是刚刚我们摘下来的，然后右边这一箱看起来色泽会更好一些。这个是昨天摘的，放了1天之后会变得红润很多。其实尝起来的话，口感也会好很多。所以一般西红柿摘下来之后，给它在屋里边放上2、3天，那个时候不管是颜色还是口感都是最好的。这棵是今年目前为止种出来的最大的一个西红柿了，有1.96磅。这个西红柿不管是重量、颜色还是色泽、形状，长得都是相当不错的。这一颗有1.78磅，这个的形状就外形看起来就要稍微差一些了。不过传家宝西红柿一般长成这样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大家看看这种随机摘下来的，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长得有点歪瓜裂枣的，大概有1半或者是1半多一点，可能是长得比较匀称。这也是传家宝西红柿的一个特点，和杂交的西红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大家如果经常去有机超市的话，可以注意一下，通常那些长得比较丑陋一些的西红柿卖的价格都是相当的高的。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掰了一个西红柿来吃。这个白兰地真是太甜了。这个视频最后又以吃播结束了。